叫来，辞职。要辞职可以，也得一个一个来吧。还一个一个来？咱们一个一个来，门口一起来吧。几位师傅，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帮什么忙？没空。谁来吧？把部长叫上，放辞职行吧？对。几位，这么急着要辞职，难道答应我要做的模型都不管啦？哎，小念，你也在这儿？公公竟然放你出来。几位可是答应过我要做出最完美的2代机模型，我等了这么久都没有消息，没办法，这才找上门来。怎么，公公欺负你们啦？你们跟我说，我帮你们去训他。晴子小姐，这里的事按说跟你没关系，可既然您来了，我们也不希望您认为我们是失信于人。可龚总他实在太无理了，我们都是人呐，不是机器。就算是机器，也有停机加油的时间啊。就是啊，我们这些人已经很用心的在工作了，可真扛不住龚总的各种要求。得嘞，算我们无能。您呐，也不用替龚总解释，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。我没有要替他解释，他有时候确实很无理、很霸道、很不可理喻，对吧？但是，几位，这个项目是大家从一开始一直做到现在的，难道你们对恩义自己产出的手机没有感情吗？这些产品不仅仅是大家的作品，更是心血啊，对不对？是，晴子小姐，您和2位老总是朋友，可以理解他们的想法，可以进行交流。我们不行啊，我们实在是伺候不了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大家，我是公欧的私人秘书，他派我来的。他说你们有任何要求都可以跟我说。你们是有要求的吧？小念，他们的要求，公欧不一定会答应的。那我总得试试，要不然他们就都走了。施小姐，要不算了吧？我试试吧，没关系，啊，我会搞定的。几位，可不可以给我5分钟？就5分钟，我来解释给大家。那边请。各位老师傅们，你们已经在恩义干了这么多年，都对恩义也有感情了，现在为什么要说走就走呢？我们没时间听你说这些。你一个小丫头，真当自己是什么人呐？大不了，我现在带大家一起去找龚总辞职。哎，别！对，我们在恩义干了这么多年，还头一次挨上司骂。就算以前龚局在的时候，那对我们也是很客气、很尊敬的嘛。就是。我想，是不是王如森王师傅在见完龚总之后，回来跟大家反映说他是一个不听长辈劝告、乱发脾气、乱摔东西的混账小子？哎，小姑娘，话可不能乱说。哎，晴子姐，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一提到龚欧就这么生气的原因了。为什么？你确定这个方法可行吗？且灵还需系灵人，死马全当活马医，也只能试试了。不过你得帮我配合我，拜托了。小老板，您别太着急了，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出去了。小老板，爆炸了！王老师傅说要把整个设计团队带走，气得爆炸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可以。我做了你爱吃的蛋炒饭，要不要吃点儿？
我刚做好的，还热乎呢。你一天都没出书房了。那你多少吃点吧。我有说不要吃吗？可是你不能一天不吃饭呀，我是为了你好，你还是多少吃点吧。如果不够的话，我再给你做。阿姨，我带了点补品给您和王师傅。啊，谢谢。哎，要喝点什么？都行，茶就行。哎，那你坐，好，我去泡。谢谢。阿姨，听说最近王师傅身体不太好，我们公欧总裁呢特别担心他，因为呢王师傅是我们恩义的技术总监，所以我们大家都特别关心他的健康。这次呢，我们总裁也是特地派我来看他的。他呢实际没什么大毛病，他就是心病。你说他上了年纪吧，脾气还大，他自己气自己。姑娘，你千万别搭理他。阿姨，您应该也知道，王师傅呢在我们公司算是前辈。那我们公欧总裁他处事方式还有他的脾气就那样，大家也都习惯了。我们大家也都知道，王老先生呢因为这个受了不少的委屈。但是其实您想，我们恩义能有这么好的口碑，不就也是因为我们公欧他的这个吹毛求疵的这个毛病吗？可不是嘛，我看呢，那就是老王不对。其实说起来啊，公欧他本来可以不用来出任这个总裁的，他爸爸呢本来是希望他去英国发展的，但是他又舍不得他跟哥哥一起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江山，尤其是舍不得这些跟他曾经一起创业的伙伴们。他如果扔下大家就出国了，那公司这么多员工都得重新找工作，很多人都有家有儿女的，所以呢，他也是担了特别大的压力才出任这个总裁的。阿姨，您可能不知道，我们恩义的前总裁龚玉是我们公欧的哥哥。那龚玉呢，在我们恩义上上下下人的心目当中，就是一个特别有担当、特别有爱心的人。我们大家也都特别感恩他的照顾。但是，他现在不在了。那能不能就希望老先生就当帮龚玉一个忙，也帮帮龚欧，照顾他一下？其实，你看，我知道老先生他为什么生气，他不就是觉得龚欧对他态度不好，而且对大家都太严格了吗？但其实这也是一个优点呀，这说明龚欧这个人他对人对事都很认真负责，从来不会弄虚作假。那我们大家跟着他也都很值得，很放心，对不对？我这次来之前，龚欧也跟我说，如果老先生还是生他的气的话，他就准备亲自来负荆请罪，直到老先生气消了为止。那，阿姨，我今天就不打扰您了，公司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，改天再来看你跟王师傅。我感冒好了，明天就可以回去上班。你告诉龚欧，我不跟他毛头小子计较。王师傅，什么都别说了。喂，怎么样啊，晴晴姐？按照你的计划，我已经顺利搞定了王老师傅。这么厉害？你那边呢？进展怎么样？我这边不太顺利，龚欧他就是一头倔驴，我顺着驴也不行，逆着驴也不行，这急死我了，怎么办呀？小念啊，也就你敢把高高在上的龚欧比作毛驴。不过呢，我有个小建议，你要是想让毛驴顺着你的心意，可
可以试试在他的面前放一个拴了绳子的胡萝卜。胡萝卜，什么意思啊？自己好好想想吧。我很看好你啊，石小念，你对付攻哦，绝对没问题。啊，那好吧，拜拜。哎呀，这个公路真是，我是逆着捋也不行，顺着捋也不行，那我到底该拿你怎么办呀？就是我命里的大魔头。我上辈子是不是不小心入侵了银河系，这辈子才遇见了你呀？哎，拴着绳子的胡萝卜，晴子姐，你说的这是什么呀？我真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太像了。石小念，你发微信让我下楼，什么事啊？我给你看个东西，照相你。石小念，拿过来。哎呦，你是干什么？要教训你是熬夜神，熊猫侠，熬夜神。你给我站住！石小念，你给我站住！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，我就站在那儿。我告诉你，我忍耐是有限度的。你就站在那儿，我就说话。定。我想说，公，我知道你想证明自己，想把恩义打造好，可是你总是用发脾气的方式解决问题，那样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。你懂什么？我是不懂，可是我知道你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总裁，要不然你就大可以把恩义卖掉，那干嘛劳心劳力的去学习管理呀？而且，我觉得你对恩义的感情和期待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你应该让跟你有关的人，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、你的下属、你的同事都知道，你应该让他们都了解你的心意才行。就像我吧，我是一个漫画家，跟你完全是两个领域。虽然我这辈子可能会一直做一个名不经经传的小漫画作者，但是漫画就是我的表达，它可以表达我开心不开心的事情。有的时候漫画比我自己更能了解我自己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是不是蠢呢？被我传染了？我想说，你要学会交流，让大家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让你的员工们都了解明白你的想法，而不是埋头苦干。我哥在的时候，很多他能轻易搞定的事情，到我这里就变得处处都是困难。新官上任嘛，可以慢慢适应，慢慢学。什么事？他答应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刚刚王尔森答应回来工作了。这不是你的鬼主意吧，石小念？不然晴子也不会背着我去找别人。哦。石小念，你跟我身边的人联系倒挺多的。还有一个要求，你作为老板，看在你的员工最近工作这么累，加班这么多的情况下，能不能给大家放一个假，就全当你体恤下属了，行吗？我不同意，恩义是我的，我说了算。你这人怎么阴晴不定的？反正我不管，我就现在就去跟王秘书说，我就跟他们说，你给他们放个假吧。你凭什么觉得你可以随随便便插手别人的公司，我还要听你的？大家不是公司的机器，都需要缓冲和理解。好啊，我可以听你的，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我最近加班啊，也挺累的，我可以给他们放假，不过你呢，要出去陪我散散心，就像你刚刚说的，需要缓冲和理解。没关系，我同意，全当奉陪。
你最近也挺闷的，我们现在就去缓冲和理解。就请你带走我的心，填满柔软的幻想，孤单疲惫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，从辗转难眠的长夜，领悟未来的图画，绘本里是我们的梦想。你是我的一念时光。设计岗下个星期就离职了啊，是这样，要不先这样。好，好，哎，你看这个问题倒是没有办法解决。想不到哈，你小姑娘说话还真管用。是，龚总不但给了假，还给咱们包了机票和酒店，让咱们海外旅游去。是，看来这龚总和他的关系。两位师傅，既然你们的要求已经得到了满足，那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小忙？这是 NE 初代模型机，听说当年是你们几位设计的。这个模型你是哪里来的？在公欧的书房，不小心摔坏了，但是这个对他来说很重要，可不可以麻烦你们帮我修好它？想要修复这个 NE 初代模型机，恐怕只有王汝森老师傅有这个技术啊。我做的东西我自己来修，谁让龚欧那小子会做人呢？专门派了胡小姐上门请罪，还出钱让我家老太婆出国旅游，就当是还龚欧那小子一个人情吧。太好了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几位师傅。石小姐，你到底答应了小老板什么请求？我怎么觉得他今天整个人神经兮兮，一会儿要准备护照，一会儿又让我帮他收拾行李。我答应他了一个忍辱负重的要求。哦，你俩进度这么快吗？不是你想的吗？开个玩笑嘛！我先去拿车啊，你俩门口等我。看来龚欧真的很在乎你，他今天答应你的这件事儿，就连我都完全没想到。小念，你真的很厉害。没有啊，我跟他其实真的什么都没有，我们没什么关系。倒是你，最近公司好像都在八卦你们俩。你真的误会了，我跟龚欧才是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我心里的人是龚玉，我喜欢的是他。现在他人都已经走了，我也只能勉为其难帮帮他弟弟，免得公司被这个偏执狂带垮了。不过现在看来，他似乎有了更好的帮手。哇，小念，龚欧就交给你了。他从小就是这个样子，龚玉走了之后，越来越严重了。我跟龚玉之间，这个嫂子当不成，至少也算半个姐姐吧。我可不希望他就这么自己跑偏了。可是我还是别可是了，走吧。女孩吃醋什么样子，我比你了解多了，你解释一下呗。会吃醋就说明喜欢你了。不知道，这种乱七八糟的问题，谁会用脑子去想？哎，你还真别说，这石小念呀，还真有两下子，以柔克刚。你看，这下总算是帮你稳住了NE的基础。你说这帮人要是真走了，我看你怎么办？走就走呗，又不缺他一个，谁让他多管闲事儿啊？哎，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机不可失。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，人没了可就没了。我要是早知道你哥会在这个年纪去世，我就天天跟着他，一刻不离地缠着他。好好好，不提你哥，
我有件事得告诉你，你爸妈那边联系过我。什么事儿？他们怀疑石小念就是你曾经说过的和你哥车祸有关的人证。你怎么说？我当然糊弄过去了，哭天抢地，一提你哥就泣不成声，话都说不清楚。小欧，我希望你不要查下去，我希望你去过自己的生活。但是如果你查出什么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我跟龚玉本来应该有一个幸福的开始，有关他的一切我都想知道。我很快就要回英国了，你爸妈那边你暂且放心。这几天我会去缠着你妈逛逛街、买东西、喝茶，让她腾不出时间来管你。好啦，一看你就没心思跟我说话了，快去吧，加油哦！哎，拜拜。无聊。不过既然他行答应我，我又不吃亏。哎，石小念，我说的散心是出国旅游什么的，不是到这种地方来逛的，你这不是坑我吗？对于我们没钱的人来说，散心就是逛街、吃好吃的。你作为一个总裁，履行好自己的使命，不要老想着玩。我跟你讲啊，当总裁可是很累的。哎，不如你到我们公司来体验体验总裁的感觉。哎，当总裁啊，我也想当总裁。不过我想当的是出版社总裁。我要是能当上出版社总裁，我先把石小念的漫画出版了。你又做白日梦了。有梦想是好的。今天事情有点多，我还在公司呢。你放心吧，药我都吃过。我一会儿就回去了。明明不在公司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金珠啊，你来这儿吃饭？你管人家来干什么？没吃，打包了点。那你多吃点。人家吃多少跟你有关系吗？那，你们也赶快去吃饭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金珠，那个鸡皮回家热一下再吃，要不然对胃不好。还不走啊？你再不走，这个傻子就要跟到你家去给你热吃的了。说谁傻？再见。千初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能不能改变一下你说话的风格？我怎么了？说错什么了吗？饿不饿？你多吃点儿。我还想多吃点呢。你不是刚说完自己饱了吗？什么情况呀？请问各位要吃点什么？刚才那个人点了什么？我都要了。刚才已经走了很多波了，您说的是招牌菜吧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店里面特别的忙，招牌菜已经卖完了，最后的鸡皮也刚刚被点走了。你看，没有了，走吧，咱们再改天来。坐下，石小念，我告诉你，答应我的事情就要说到做到。好，行。老板，你冰箱里应该有明天的备货吧？有是有，但是也没穿，也没解冻。你看我现在这人手也不够。没事，你忙你的，我来。啊，哎，你们那桌还需要鸡皮吗？哎，我们要，谢谢。我来分。好，帮忙。你什么时候你都走了呀？说他们几个什么关系啊？什么情况？那请问您还要点？我全都要了。都怪这石小念，本来好端端出来逛逛，现在倒好，变成穿鸡皮到天亮了。你哪只眼睛看见到天亮了？再说，就你穿鸡皮那水平，能穿过我？哎，那要不咱再回去
回去穿个100串，看看谁快，行吗？您自己去吧，无聊。哎，干了这会儿活啊，我还真有点饿了。呀，你这鸡皮。石小念呢？啊，石小念她在等后厨烤好呢，马上就好。来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墙上我的招牌鸡皮，老板拿走。这些我都要了。这么多你都要了，这可是拿出来的备菜，你不拿走哪有客人啊？我可没这个意思。真难吃。公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到底发什么疯啊？发疯？我没发疯，我好好的，我发什么疯啊？没发疯，那你这是什么？浪费粮食？拿过来了，没不让你吃啊？那是什么问题呀？因为穆千初，你跟穆千初之间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跟他之间什么问题都没有，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一副没出息的样子。你能不能讲点理呀？就算你是我朋友，也不至于管这么宽呀。之前你让我管，现在又不让我管，把我当成什么？我的事情还不需要你来决定吧？上不上？早上好。早。孙社长好。孙社长，你姓孙吗？孙生。傻了吧？怎么喊你呢？我？嗯，请吧，孙社长。早。孙小姐，请过目。啊。等一下，首先能告诉我这是个什么情况吗？因为龚先生收购了出版社大量的股份，所以现在NE是出版社最大的股东。根据股权收购书以及相关合同，龚先生委托孙小姐您成为出版社的管理者。也就是说，您现在就是新任的社长及主编。是这样的，没错。所以，公收购了出版社。让我做社长。姐姐，你怎么还不信呀？刚才合同不都签了吗？天哪，我们是在做梦吧？你掐我干嘛？你掐你自己。我居然在有生之年当上社长了。公欧，真不枉费我一直看好你。哎，要说霸道总裁嘛，就得像他这样，像穆千初送什么戒指、湖边典礼，那都太小意思了。你看看我们龚大总裁啊，一出手就送了我这么大一个出版社。不对，漫画和网文都不是这个剧情啊。按理来说，龚大总裁至少得看上我点什么，才会有这么大的手笔吧？
姐姐，我拜托你先自己打量一下自己，你从头到脚哪一点像女孩？我们小老板口味再重，也不会喜欢一个男的吧？哎呀，无所谓了，反正我占了这么大一个便宜。要是公欧真的喜欢我的话，我也不介意呀。我跟你说啊，我预计打理这个出版社会是很辛苦的。哎，你看我之前的总编黄世仁，操心操的呀，头发都快掉光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龚总有没有说我工资的问题啊？不对呀，我现在都当社长了，应该是年薪吧？年终奖和分红呢？股权也得有吧？好好当你的社长，问题这么多干嘛呀？你说不说？不说啊，我走了。哎，我真不知道，小老板也没跟我说呀。收购的事儿归投资部管，你的薪金归人事部管，不归我管。但你要是真不想做这个社长，我可以去跟小老板说一下。哎呀，吓唬你的，你当我傻呀？这么好的一馅饼我不接。哎，不过小念把以前的漫画截稿了，不打算出版了。我打算把他新画的漫画推向市场，把石小念打造成一个漫画新星。也就是说，那本漫画手稿的最终结局，石小姐画完了。哎，大家听着！从今天开始，重要的文件批复放在我办公桌的左边，流程文件签字放在我办公桌的右边。干活去啊！丸子，怎么样？没认出来吧？打扰一下，这是你的咖啡，谢谢，请慢用，帮我来杯一样的。好。还黑咖啡？你不是都喝焦糖玛奇朵吗？怪物偏执狂出版协议，怎么样？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明白什么了？你偷走了出版社的公章。我要是有那个能耐，我就不坐在这儿了。不是啊，那你伪装成工作人员进去把出版社的合同偷走了？石小念，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？丸子，你想开一点嘛，失败只是暂时的，咱们坚持一下，以后会好的。得，我不跟你多说，你赶紧给我签个字，我带你去见主编，到时候你就知道这事儿是不是真的。我拿我的男神塞巴斯蒂安跟你发誓，如果这份合同是假的话，我喜欢的番明年就完结，漫画永远不更新，限量版的手办1秒就卖空，我喜欢的作家永远不出刊。小老板，吃个布丁吧。出版社的事情办怎么样了？哦，石小姐最近……我说的是出版社，不是石小念。问出版社不就是问石小姐吗？啊，孙洁平当上社长之后，大量削减了出版社的文字内容，准备把出版社往纯漫画方向改造。最近他们还建了很多数据公司和网络平台。据说还准备和看漫画 App 联合起来，把石小念打造成漫画界的新星。可以啊。大改革？什么大改革？瞎折腾，瞎折腾。不知道当时是谁啊，一看到女孩子哭就怂恿我收购出版社。那是我做过最错误的决定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小老板不是您早有这个意思吗？我就是顺手推舟了一下。
毕竟早在我看到那个奇怪女人哭之前，您就已经让投资部去打听出版社的收购价格。我想什么，你倒是一清二楚啊。嘿，要不你别给我当助理了，我给你个部门经理当当怎么样？啊不，我不是那意思。还敢顶嘴，长本事了你！说吧，怎么惩罚你？下个月工资扣多少？我罚站。我罚站半个小时，行吗？我听孙洁平说，石小姐把她画的关于穆千初的漫画结尾了。知道了，哎，你站好啊！哦，对了，你最近和那个孙洁平走得特别近，你可千万不要把我们拿到漫画手稿的复印件的事说漏了嘴。明白，明白。不过小老板，咱们是不是有必要把石小念画的结尾拿过来看一下？没准和咱们手上的复印稿一对比，能找出一些关于大老板车祸的线索。你这倒是提醒了我。跟龚玉的为人处事相比，你连他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怎么会一点线索都没有？难道石小念真的跟我哥的车祸没关系？可这本漫画怎么会出现在现场啊？石小念没有撒谎，陪伴穆千初长大的人是他，不是师弟。师弟才是那个家暴的。李生，光欧为什么要收购出版社啊？你们恩义不是专门研发手机系统的吗？怎么又转行了？小老板他就是听说你要做事业嘛。哦，我是要做事业，然后他就给我收购了一个出版社。这不符合他人设呀。他做什么事儿都是很有目的的。有问题。米生，你快点告诉我，你要不跟我说，我今天不跟你回去了，以后我也不回去了。那我跟你说了，你别告诉小老板啊。我不告诉他，你告诉我。我个人猜测啊，可能是因为你上次帮他安抚了那些员工，他
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感谢。你知道他这个人吧，反正就是这样，所以就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一下感激。他给我收了出版社，是因为他不敢跟我说谢谢。那这个礼也太重了，我都不敢收。而且我就顺手帮他一忙，他至于这样吗？他这么做，我反而觉得很有压力。那你别跟我说，你们两个人自己交流。小老板也真是万里挑一的奇葩呀，而且是奇葩中的战斗机。哎，咱们去前面那超市停一下，买点鸡蛋和大米。无论怎么说，我还是得对他表达一下感谢。蛋炒饭走起！看什么看？觉得饱了？谢谢你呀，公，谢谢你帮我投资了出版社，我特别开心感动。不过我觉得你做的有点草率。你别想太多，我投资出版社不是为了你，不是为了我。那你干嘛出钱投资出版社？而且还让丸子做总编，还给我出版漫画，为什么？你觉得呢？难道你喜欢二次元？我这思路被你给带跑了。我是说，你投资漫画领域也是好事儿，但是你不至于投资我吧？我虽然对自己挺有自信的，但我怕我影响你的投资，连累你。你想多了，我只是不小心进了你的房间，又不小心打开了你的电脑，然后不小心看到了你画的漫画，结果呢，你画的实在是太烂了。我在想啊，如果靠你自己的话，估计这辈子都没办法出版。我画的烂，你去问问丸子，宇宙细腻无敌，美少女地狱。什么破名字？你果然对自己是盲目的自信啊！那当然。不过虽然你画的烂，但是呢，你是以我为原型，故意讨好我画的漫画，所以啊，再烂也得出版，不然别人以为是我没市场，也会影响NE的声誉。所以我想了一下，倒不如直接投资一家出版社，及时止损。花钱收购出版社，及时止损，这什么思路啊？不要一脸没出息的样子好吗？等我吃完饭，你把碗刷了之后，就好好的去画漫画。我现在对我自己的漫画形象非常不满意，你最好为了讨好你的投资方，改变一下自己的画风。还说我？你这个人。你再说我坏话。你听到了？我神经病。虽然我这辈子可能会一直做一个名不经经传的小漫画作者，但是漫画就是我的表达，它可以表达我开心不开心的事情。有的时候漫画比我自己更能了解我自己。你说什么？我在吃饭呢，吃饭也算说话吗？你声挺大的，是一种表达。这些我不都删了吗？这怎么都回到桌面上了？我只是不小心进了你的房间，又不小心打开了你的电脑，然后不小心看到了你画的漫画。公，这个怪物偏执狂！
你说对了，在你的所有作品里，我只对这个感兴趣，其他的都太一般了。你快把东西还给我！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你慢慢玩啊，我先走了。来都来了，害什么羞嘛？你快把衣服穿上啊！这件 T 恤湿透了，我穿在身上非常难受，所以就脱掉了。况且我们俩这么交流，不更是坦诚相见吗？谁跟你坦诚相见啊？变态！我问你，是不是你拿的我的东西？不是拿的，是偷的。笑话，这里是我家，我在我家里找任何东西都算不上偷。况且那个手机模型本来就是我的，物归原主而已。我说的是漫画手稿，就是我画的迁出的那个，明明放在抽屉里，怎么就不见了？就是你拿的那个，绝对不能丢，是唯一的纪念。你签约了出版社，可整家出版社都是我的，所以你的手稿也是我的。至于你的漫画手册嘛，是我拿走了，并且看了2页，的确太一般了。你还看？那是秘密隐私。你一个堂堂大总裁，偷窥别人隐私，还直接偷走，无耻！我再说一遍，这里是我家，我做任何事情都不能算偷。我本来不打算再给任何人看的。哦，是吗？你帮我找回了手机模型，我买了一家出版社给你，这个人情可不算小吧？所以，你打算怎么谢我？公公是个大魔头，怎么会有人有这么多恶劣的品质啊？自私、暴力、粗鲁，还脱衣服，真的是……哎，别想了，别想了，哎，别想了，别想了，石小念，你怎么老想着呢？还，你不会被公公给诱惑了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越想脸越烫啊，是不是？石小月，看完我美好的肉体，自己躲在房间里回味呢是吗？你怎么这么得意啊？我疯了，我想你啊！好啊，那我也就不用跟你解释为什么我拿走你的漫画结尾了。晚安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不是回去了吗？是啊，我是回去了。你为什么拿我漫画？想知道吗？有陷阱！进来。哎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别碰，坐下。你先回答我的问题，这套复印件你交给过谁？我就交给过出版社原来的黄总编，因为我本来是要出版的，按照流程我得把手稿给他复印啊。也就是说，
你把这些手稿交给黄总编之后，这上下2套你就再也没见过是吗？理应是这样的，可是现在我也糊涂了，你是怎么拿到的？这几张是在我哥的车祸现场买到的。车祸现场？怎么可能啊！我发誓我没见过。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就把你找到我家里来盘问了吗？这里面有太多我解不开的谜了。我之所以拿走你的漫画结尾，是想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可是这些漫画让你失望了吧？你刚才说，你把这些手稿交给了出版社总编。除了他以外，就只有我和丸子看过。丸子，我是信任他的，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儿。看来要先从这个杂志社出版总编下手了。那个，如果没什么事儿了的话，我可以把这个拿走吗？如果有需要，我是说你要调查什么线索的话，你再管我要就好了。这我先拿走了。还有今天这个被你拿走的事儿，就先告一段落。小念，你快看快看，你的漫画现在在看漫画 APP 上已经破浏览记录了。你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这个美梦，让我多坐一会儿吧。小念，小念，是小念。这不是在做梦吧？10大美女最近倒是挺忙的啊，又是忙代言，又是忙拍戏的。哎，今儿怎么有空约我出来逛公园了？我上次找你，是想通过你打消石小念出本那本漫画的想法，哪怕他把主人公换成我也行。可是你呢？你都干什么了？你对得起我给你的钱吗？哎，我都跟他说了呀，他不同意改了。再说我也没给他出版呢，啊，这不正合你意吗？你还不承认是吧？你自己看，这是什么？当初你给我这本复印件的时候，说好只给我一个人，可是我在别人那儿看见了一份一模一样的，我怎么交代你的？我给你的钱你都忘了？石小姐，这个我不知道。施小念1年前把这个复印件交到我手上。哎，施小姐，你应该知道什么叫复印件吧？复印件的意思就是它有可能复印出上百套，没准他给了别人几套，怎么办呢？你说什么？施小念还可能复印出很多本。那你知不知道这些来源是在哪儿来的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复印件的版权它也不归我管，我也没办法查出它们的来源呢。要是有人不小心丢了几本，这倒是可能的，啊。施小姐，如果你没有其他事儿，那我就走了。
咱们改天再聊。石小念啊，石小念，你是要害死我！石小念，你怎么曾……龚董事长早。不用叫我董事长，今后这里的事情就全权交给你们了。他怎么来了呀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你带来的，你怎么不知道？那现在怎么办？那他来了，是不是什么都听他的呀？我说什么都不管用了。他不会是来考察我工作的吧？万一我什么事情没做好，不会把我开了吧？不会，他不是说了要全权交给我们负责吗？哎呀，放心，加油。我想说的已经说完了，具体的价值完全可以由贵出版社和石小姐来开。我们也十分有兴趣注资石小姐各类漫画的周边开发。我觉得挺好。不行，下一个。不好意思啊，谢谢。请坐。换下一个。不好意思啊。少年，不是说好他什么都不会的吗？我怎么知道会这样？当然，我们对于贵出版社其他各方面深层次的合作都很感兴趣，我们也有这个实力。融资半年无疾而终，向银行贷款都贷不出来，说说吧，你还有什么其他实力可以展示的？这个，出来一下。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说。不好意思。怎么了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？我还想问你们到底出什么问题了？石小念，是不是了解了恩义的内部的一些状况之后，就不相信恩义的实力了？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这些人你们尽管开掉也无所谓，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损失，正好换新的。恩义就算真的出现了什么状况，我资助你一个出版社出版你的漫画，还是有这个能力的。你这是什么脑回路啊？你是什么脑回路啊？就算你资助了出版社，帮我出了漫画，我也不可能一辈子靠着你。我要怎么证明自己的实力？我要怎么体现自己的价值？难道我要做一辈子公公的附属品啊？一辈子做公欧的附属品，有什么不好吗？直男癌。整家出版社都是我的，我在这里做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的，用不着你。那你就别答应丸子，你都已经让他全权负责了。怪不得恩义所有人都要离开，有你这样的老板，谁愿意干活啊？你再说一遍。我是说，要不然当初就别说那样的话。都已经答应丸子了，就应该尊重他的决定。我知道我现在漫画出版都是因为你，我自己也会努力的。好啊，随便你。那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？不好意思啊，小老板呢？那边。小老板，都解决了？哎，全部解决了。他们其中大部分是跟恩义以及下属部门有合作需求，想要借助对石小姐漫画投资，更好达成跟恩义合作。还有一些面临破产，想借助恩义来翻盘。所以啊，石小姐，这些人不是单纯冲着漫画来的。小老板这么做是为了你好。
都听见了？就你这种智商，在恩义工作，早就被丢到海里喂鲨鱼了。什么意思呀？意思就是，我们想要努力摆脱他，来证明自己的实力都没有用，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是冲着他来的，即便我画的是垃圾，他们仍然会来。怎么会是垃圾呢？我可不允许我一直以来喜欢的漫画家说自己的漫画是垃圾。大家好，我是白宇。我听说石小姐的漫画在找合作方，作为石小姐漫画的忠实粉丝，我觉得我最有资格用我的能力和人脉来为石小姐服务。但是等了这么久，怎么感觉已经结束了？那这么说，你不是为了恩义来的，你是为了石小念来的。我从小在日本长大，照理来说，恩义手机应该是近2年才登陆了日本市场。不过我早在5、6年前，就已经在日本的漫画书上看到过石小姐的漫画。龚总，您刚才这么多人的方案都提过来了，不提我的岂不是不太公平？那个白先生，我们龚总还有点事儿，麻烦您让一下。哎，公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但我相信，石小姐也想找一位懂自己漫画的人一起合作。龚先生也不至于连石小姐这点自由权都剥夺了。还有，龚先生，不给自己心爱的女人留一点空间跟自由，这样是很危险的。你别胡说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大家火气不要那么大嘛，都是为了石小念的漫画，有什么事情坐下来好好聊，这样有什么想法才能沟通嘛。这些是我对跟石小姐漫画合作的所有方案，包括对她进行个人的宣传以及版权开发。当然，至于我私人的热爱，也有好多对漫画的理解与想法。不过这个也完全取决于石小姐您是否愿意接受。啊，对了，还有，最重要的是，为了防止节外生枝，我也拟了一份文件，放弃一切有可能跟恩义之间达成的合作。我说过，这里的事情由你们全权负责。